不管生男生女都不影响他宁国公夫人的诰命，怎敢做出如此恶毒事？偷天换日，亏他想得出来！罪魁祸首必然不止建京，他一个人无法扫清所有障碍，并解决后患。看来是镇国公府心大了，子孙没啥本事，一个镇国公的爵位倒觉得不满足，还想拿下你的宁国公爵位。微臣无能，至今无嫡子承系，才叫镇国公府有可冲之机。远山，此事怨不得你，是你忙于公务，不知人心叵测，请罪就不必了。就是你女儿自己找过来了，你打算怎么办？自然是各归其位。微臣没有替别人养儿子的癖好，就算女儿不如儿子，那也是亲生的，不让镇国公府担责，这可不像你的为人。怎么可能？你打算怎么做？朕派人给你摇旗呐好，正算账，算清赵瑾在微臣家里的所有花费，扣除昨晚抄回来的金银布匹、陈设古董、纸砚、书籍外，剩下的叫镇国公府府还，还有微臣府上赠与赵明玉的所有物品，不管是宫中所送，还是贱内私下所赠，通通折银一成。对，理当如此。咱们万万不能吃了这大亏。朕今年初雪时，是不是赐过赵瑾一件大氅？赵瑾历年来从朕这里得到的赏赐，都是朕赏给你儿子的。赵瑾既然不是你儿子，那就得一样不少的还回来。穿过的不能再给人，让镇国公府按价折成银子，给你女儿买料子做衣裳，谨遵圣意。还有，凡是赵瑾从宫中得的赏赐，以及从各方亲友同僚那里得到的所有东西，都得算在内。若不是宁国公继承人，作为镇国公第4子，赵瑾一根毛也得不到。陛下圣明，微臣正有此意，镇国公府别想占这个便宜。你那位自己找上门的亲女儿如何？圣人没有见到，不知微臣之6女长得与微臣一模一样，脾气秉性却更像先父。当真？谢峰年轻时风姿卓越，常有治国迎车之事，与他一模一样的女儿该是何等颜色？灵心会事，不让虚勋，还很会斤斤计较。他那身逼人的锋芒倒像极了先父，也不知他与赵嬷嬷在江南生活时经历过什么。等事情告一段落，得派人去查一查。年下放了假，你带进宫叫朕瞧瞧，比你大女如何？瑶瑶端庄稳重，被虚名所困，逊色多矣。一个人单枪匹马来到京城直捣黄龙，必然不是凡俗女子。张玉，奴才在。从内党取银锭10对，金错10对，锦缎10匹，金项圈10个，金镯10对，戒指耳环各10对，珠花金钗玉簪各10对。再把钱儿进了一件海龙僧皮褂子找出来，给宁国公带回去，赏给刚找回家的女儿。是，陛下前儿还说要把这件海龙皮褂子赏给宁国公，给他女儿也一样。臣待小女谢陛下恩典，世上多的是只敬衣裳不敬人。你女儿流落在外多年，你把架子给她撑起来了，别人才不会小看她。微臣明白，昨儿就把陛下赏赐的白狐披风给她了，还给了一件紫貂斗篷和1000两银子。爹，我的月钱、年率、压岁钱呢？你问我要月钱、年例、压岁钱？对啊，这是原主应得的，如今自然该我拿。昨晚给你的1000两银子呢？丁是丁，卯是卯。我要是长在宁国公府，这14年得到的肯定不止616两月钱和金银各112两的压岁钱。祖父祖母该给的没算，亲娘的更不用说，还有叔叔婶婶以及外面的亲朋好友。别算了，让账房一次性给我结清，我就不算了。陛下赏你1000两纹银和20两黄金，加上我给你的，总共2200两银子，还不够你花吗？不够花。往后你未出阁之前，衣食住行乃至一笔都由府里供应，你有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需要花钱的地方可多了。赵明苑从府里得的你要了，赵瑾在府里花费的你也要了，这2笔钱要回来，比你几个姐姐的嫁妆都多。我念在府里没在你小时候给你攒嫁妆才给你，其中已经包括你应得的月钱、年例、压岁钱，你还好意思再讹我一笔？宫中出钱，又不用开你的私库。只有月钱、年例是宫中出的，压岁钱一向是从我私库里走账。这么一算，光自家孩子的压岁钱就给出了3、4万两，
凌霄，你说说吴姐姐每年压岁钱多少？五姑奶奶每年德国公爷给的金银座子各8个，太太给的各1对，二老爷2太太，三老爷3太太各1对。停！给不给？宁国公，我可是你亲生的。话说的太早了点儿。一句话，给不给？给！到宫中支616两银子，剩下的去找周嬷嬷，从我私库里取金银垛子各112个，一个都不许多。是。谢谢爹，满意啦？万分满意。陛下怕你初来乍到没钱花，又怕别人瞧不起你，又赏金银又赏衣服首饰。若知道你有这份要账的本事，说不定就收了刚发的善心。爹，这就是您不对了，怎能让圣人知道这些小事？那件海龙皮褂子真是好看的紧，我得回礼。陛下富有四海，什么没有？别太小看人。拿出来瞧瞧。不行，等年下进宫，我亲自进献。现在拿出来，容易被人惦记。哼，谁惦记你的东西？那可不好说，毕竟我还没出生，就有人谋划取而代之了。老爷，夫人请您过去一趟。爹，我陪您一起，听听我这位亲娘思考夜一日后，是不是准备好该怎么狡辩了。吃完饭再去。想吃。宁国公府分3、6、9等，我是早有预料，但没想到连好米饭都不给我吃。你不能吃。为啥？难道是贡米，我吃了就是僭越？正是贡米，一年就几十担，只够陛下后妃太子进诸皇子公主食用。我这是陛下御赐，叫我不要供着，得吃。我也想吃。不行，这碗贡米饭比所有金银珠宝都有诱惑力。碧稻米、玉田胭脂米。钱嬷嬷，你听过碧稻米和玉田胭脂米吗？没有听过这2种米，明儿叫钱望出去打听打听，估计是地方上的好米，未曾列入宫廷与京官的供应。若有，每样买几担回来。是。你饭量可真不小，比我吃的还多，像你爷爷。丫鬟说府里定的分量菜只有4样，小盘子小碗装的，根本不够我塞牙缝。我吃的比外面还不如，父亲大人得给我加菜。六姑娘好不容易才回来，不能让她吃不饱。往后除了我，府里以六姑娘最大，分零菜翻倍。别人要是不满，就让她当着大厨房的面，一顿吃完8样菜，我也给她提升到相同待遇。是。2位爷和那2位姑娘，别说一顿，就是一天也吃不完8个大菜。穿陛下御赐的海龙皮，与我一起去正院正房。好嘞。上面几位姑娘和3位爷都不曾有过的贡品，她却堂而皇之的穿戴出来。她真是宁国公府的6姑娘。有点像荣国府正院正房正室的描述，唯独没有赤金九龙青地大匾。我只请老爷，老爷带他过来干什么？若不是他，锦儿取的名药，即便不是我亲生骨肉，历代盲珠的秘密也会永远埋着。她是我女儿，我为什么不能带她过来？让我们父女俩听听你是如何狡辩。赵氏，我事务缠身，没时间在这里听你废话连篇，我还得去镇国公府要赔偿，心血收不回来，钱财绝不能白白便宜他们。老爷真的误会我了，我不知锦儿是假的，又如何会把亲生女儿送出去呢？他竟然否认换子。哼，不是你换的，我刚散了牙，匆忙骑马赶去镇国公府，见到的就是赵锦裹在大红襁褓里。赵氏当时仍未醒，
他已诊过脉，说是产后力竭，并无大碍，好好休养即可。你笑什么？我笑赵夫人谎话连篇。产后昏迷可以伪装，赵夫人亲口吃下的催产药却不是假。我就是因为提前落草，才导致先天不足，养了很长时间才与常人无异。不错，差点被他骗了。赵氏在我这里早已无信誉可言。老爷不要听他胡说八道。我原是10年中连续为老爷生孩子，才致身体虚弱，从而早产。因当时生得不顺，才不得不服用催产保命丹。我对前面4个女儿，哪个不是疼到心坎里？哪个没准备丰厚嫁妆送其风光大嫁？又怎会在14年前把亲生女儿送出去，换了别人的儿子回来？虽然是嫡亲的内侄，但也比不上亲生的骨肉。不知岳母大人和大内兄、大内嫂知不知道，你把所有罪责推卸到他们身上？肯定不知道，想通风报信的人根本出不去。老爷，我说的没有半句谎言。不管生男生女，我国公夫人的地位不会动摇，又岂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嫁进宁国公府25年，我可曾拦着老爷不让老爷纳妾续婢？可曾虐待过底下的几个孩子？那几个庶出的，哪一个待遇不是和我亲生的一样？难道我不知道以女换子之事一旦泄露，我就死无葬身之地？赵夫人那么聪明，怎会不知道？赵夫人当然清楚，只是赵夫人怀着侥幸心理，以为不会有人发现你们李代头章的计划。赵瑾虽不像我爹，但他像舅舅。外甥似舅，古来有之。老爷向来英明神武，就这样信了他的鬼话。告知他身世的人，一定是我大嫂的人，自然袒护不真正始作俑者，把责任推到我一个人身上。再说，我一个出嫁女，怎么使唤娘家所有人帮我瞒天过海？还有，兄嫂都活着，难道我不怕他们将来同锦儿说明身世，令我所有心血付诸流水？还挺聪明的嘛。你觉得呢？赵嬷嬷是下人，往往奉命行事，对主子之间的决策肯定不可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他的主子绝对不会和盘托出，所以他跟我说的话，我信90%。但我身世一定是真的，毋庸置疑。李代桃章不是赵夫人能独自完成的，镇国公府老太君和林夫人绝对脱不了干系。很好，你没全信，说明你聪明有决断。所有证据都指向你是我亲生女儿，赵瑾是假的，这一点不会错。当然，您都说我像我爷爷了，可惜原主没见过祖父祖母。老爷，我们夫妻25年，一个小丫头说的话你全听全信，却不信我的只言片语。14年来，你有多疼爱赵明月，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清楚。所有人都知道你视她如珠如宝，难道不是你以为她是你亲生女儿？老爷误会我了，我对明月的疼爱源于锦儿，聘内侄女为媳，确实出自私心，想借两家继续百年之好来扶持穆家一把。但我真不知道她是顶替的假千金，我只是想和未来儿媳好好培养感情，免得将来出现婆媳矛盾。爹，别忘了咱们家给赵明渊的聘礼，务必全要回来。要回来给你？我是最大的受害者，唯一的受害者，不该补偿我吗？该。爹，您真好。镇国公府和宁国公府的姻亲算是断了，我身后没了依仗，谢峰可以随意处置我，不必再担心得罪镇国公府。老爷、太太、大舅老爷门外求见。府里上下都知道真千金贾少爷之事了，没人敢让大舅老爷进门。如今他还在外面候着。不见。爹，为什么不见？见，必须得见，让他做好赔偿的准备，免得咱们算好了账，
他们却拿不出钱，又跟咱们耍赖。陛下亲自发了话，他们不敢不遵旨。赔偿？什么赔偿？赵明月从我家拿的，赵瑾在我家里花的，还有刚才说的聘礼，全都得让镇国公府给我吐出来。你怎会如此心狠手辣？比不得赵夫人，为了让娘家内侄窃取宁国公爵位，把亲生女儿送出去任人奶哥。赵夫人精明一世，就没想过你14年前生下第6胎后，为什么迟迟没有第7胎、第8胎？你什么意思？自己想喽。镇国公府一定很清楚，只要赵夫人在我后面再生个儿子，赵瑾就绝无可能继承宁国公爵位。他们会不会防患于未然呢？不可能！频繁生育确实伤身，却不是绝对。赵夫人保养得这么好，看起来身体底子并不差，可却再没孕育，那就很奇怪了。走，咱们爷俩去见见赵伯元。别人都去攀高枝了，你怎么还在这儿？我生是太太的人，死是太太的鬼，如何能离开太太？别人是别人，我是我，不管太太在哪里，我都跟着太太。刚才的事，你都听到了？听到了。既然和太太无关，那务必得让国公爷相信太太您是无辜的。实在不行，请几位姑奶奶来给太太说情。门房竟然不直接请我进去！国公爷，请镇国公进去。你们国公爷人没出来？国公爷在书房里等镇国公。大舅，你是谁？我就是被表哥顶替的宁国公府六母娘谢珊珊，今日初见，惊不惊喜？什么？她是被我儿子顶替的外甥女？那养在府里的赵明威是谁？莫非大舅舅来之前没有听大舅母说明真实情况？什么情况？大舅母让心腹陪房陈瑞家的把我带到外地溺死，然后用他妹妹的女儿代替，好到宁国公府给他做儿媳妇。我被害得流落民间14年，好不容易才找到家。大舅舅打算怎么补偿我？大舅舅里面请，自有我爹与大舅舅算账。远山，妹夫，莫生气。官窑脱胎填白盖碗，我和裴居路上用的茶碗都没这么好。镇国公府让我给你们养儿子，却意图谋害我的亲生女儿，我怎能不生气？妹夫，没凭没据的，你怎么能胡言乱语？倒叫我伤了心。你不是要证据吗？我给你。此事陛下已知，你尽快准备应该给我女儿的赔偿。什么赔偿？赵瑾在我宁国公府的所有花费，赵明月从我宁国公府拿走的东西，以及我赵伯公送的聘礼。妹夫，瑾儿是你的亲生儿子，不知道哪里来的骗子，仗着眉眼有几分像你，就编谎话骗你，你可不能上当。事实摆在眼前，大舅舅还想否认，把我们谢家人当傻子是不是？刀子没插在你身上，大舅舅不觉得疼是吧？这怎么行？必须得叫大舅舅品尝一下肉痛的滋味。本来就是假的，子虚乌有，叫我怎么承认？我可不认你这个女骗子是我的外甥女。镇国公，我见你不是听你狡辩，而是通知你把宁国公府花2万两银置办的聘礼收拾出来，并筹备我宁国公府在赵瑾和赵明明身上的花费。休沐当天，我亲自去取。爹，带上我。行。妹夫，咱们两家乃是100年之好，故去的老国公时常把酒言欢，不至于为一点小事闹到这般地步，对不对？小事？你以为这是小事？但凡你们有点良心，就不会窃取我宁国公府的爵位。对，不可原谅。我同你父亲说话，你这个晚辈插什么嘴？苦主讨公道，竟成了苦主的部队，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我要不要去敲登文谷，请文武百官来评一评？若不好好还钱，你看我敢不敢？皇帝就是谢峰的金大腿，这个大腿我得提前报上。谁做的孽，谁负责，我不管了。他们都不承认，怎么办？不需要他们承认，直接处理。大概是等赔偿到手，加上2万两聘礼，少说也有大几万两银子。要是因为提前处理当事人而拿不到赔偿，别说谢峰，我都得呕死。爹，明天是不是还得进宫？怎么，打算让我替你向陛下谢恩？没错。让我用一张嘴谢恩吗？倒不如把你说的回礼拿出来。女儿正有此意。
请父亲大人稍等，我去房里拿过来。唉，其实东西就在空间里，奈何得装个样子。我幼时顽皮贪玩，赵嬷嬷常带我去海边，偶遇来咱们国家做贸易生意的外国人，不知是来自吕松还是苏图，见我长得美丽可爱，送我一颗龙珠，说是他们国家的祥瑞。我可真佩服自己的知识量，说得我自己都快信了。龙珠？什么龙珠？大言不惭！我说的没错吧？真是龙珠。我竟不知你手里有这样的无价之宝，你当真舍得敬献于陛下？除了陛下，也没人配用。这样的宝贝，你却用一个不值钱的盒包着。什么不值钱？那可是我自己绣的。你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精巧的绣工，你那几个姊妹都不如你，不愧是长在江南水乡的女儿。行了，我自己的手艺怎么样，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才叫相得益彰。我回去了，请父亲大人早些安息。父亲，何事？六姐姐无缘无故打了我一记耳光，父亲可要为我做主。见到姐姐行礼了没有？问好了没有？有没有喊姐姐？父亲不曾认她，我为何要叫姐姐？我记得我昨晚就已经命人传遍府里，任何人不得怠慢六姑娘。谢太太，她为长，你为幼，你无礼在先，她教训你，理所应当。父亲不觉得自己太偏心了吗？人心本就是偏的。父亲就不能偏向我吗？他回府仅仅1天1夜，我却在父亲跟前长到11岁，3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相处，难道比不上1天1夜吗？他因我治家不严而流落在外，更该得到补偿。你自幼锦衣玉食，还不知足？父亲说的是，女儿受教，女儿告退。不愧是宁国公，想进宫就进宫，咱们与他可不能比，他是陛下跟前的红人。先帝登基后，总共封了8公12侯，8公5代部将等，12侯3代史将。60、70年间，得先帝和当今赏穿玄狐、紫貂、海龙皮的国公屈指可数，宁国公却是其中之一，年年得赏，圣恩之龙尤胜其祖，就不知下一代能不能有他这样的风光。其子谢瑾不也是皇子伴读，恐怕是打算和宁国公走一样的路子。未必，论人才、相貌、本事，谢瑾差远了。远山往常不都是等午门大开后再进宫？臣之6女幼时在沿海玩耍时，得外国贸易商所赠奇珍祥瑞1枚，一直珍藏密敛，未曾示人。原本打算年下通过微臣进上，忽得陛下赏赐无数，感恩不尽，便提前取出交给微臣敬献陛下。哎呦，你那女儿能得什么奇珍异宝？朕坐拥天下，头一回见到这么大、这么圆又这么灿烂华美的宝珠。与之相比，朕昨儿赏你女儿的那点东西就显得太过微不足道。小女称之为龙珠。叫人用羊脂玉为这颗龙珠雕琢一个莲花宝座，到时候置于案上，方便朕随时把玩。谨遵圣意。你女儿有什么想要的？微臣留心观察了下，小女极爱吃，极能吃。昨晚微臣享用陛下亲赐的贡米时，小女馋得垂涎欲滴，微臣没给她，估计在心里埋怨微臣小气。你怎么不叫她吃一碗？不敢。宫里有几种贡米，每样装1袋，再挑选一些贡果并茶叶点心，赏给谢六姑娘尽情享用，不必供着。姑娘，快起来，准备迎接圣赐。圣赐，皇帝送东西来了，这么客气。圣人特赐宁国公府6小姐万年贡米、金山巧米、响水贡米、遮放贡米、桃花米、糯米各1式，熊掌、鹿尾、
西纯驼峰各1对，鹿筋2封，金华火腿2条，人参2只，燕窝2斤，海参、瑶柱、鱼翅、姜碧、竹酥、松韵、银耳、猴头各4斤，蒙顶、炭炊、紫苏、六安、武夷、龙井等芽茶各2两，并细点贡果若干。叩谢皇恩浩荡。谢姑娘，请起。姑娘可喜欢？喜欢，喜欢极了。姑娘进献的龙珠乃无价之宝，亘古未有，陛下爱不释手。陛下叫我问姑娘缺什么，赶明儿再给姑娘送来。多谢陛下隆恩，我什么都不缺。既如此，姑娘便安心享用陛下所赐之物。能与人分享吗？譬如我爹。各样贡米、熊掌、鹿尾、鹿筋、驼峰、西纯等山珍和探春、蒙顶2样茶叶，非赐不能食用。陛下往常赏过宁国公，又常留宁国公在宫中用膳，自然可以与姑娘同食。别人是万万不可。别的呢？诸如人参、燕窝、海参、鲍鱼，虽是贡品，但可由着姑娘与亲友同享，不算僭越。多谢总管大人告知。早上用桃花米熬粥，晌午和晚上分别用2种贡米给我做饭，我尝尝有什么区别。那姑娘打算用哪一样御赐的山珍做菜？晚上先做熊掌和鹿筋，那估计得请廖二出手了。咱们府里只有他料理过熊掌，廖二厨艺最好。廖二是大厨房的大师傅，在府里当差过30年，专门负责山珍海味等大菜。老国公和国公爷都爱吃他做的菜呢。拿个银锭给他，请他务必给我好好做菜。姑娘，是5两的银锭吗？姑娘大气。凭什么？凭什么他谢珊珊又得皇上赏赐？你做件这样好的东西干什么？若叫国公爷小故意损毁，怕是又要扣你的月钱。姨娘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她才回来1、2天这样，我怕以后父亲会把给我置办的嫁妆也给她。不至于，府中又不是掏不出银子。怎么不会？我告一句状，父亲转头就让人拿1匣宝石给他打头面。你看看我有什么能比得上人家？年年都是按季领几套衣裳首饰，父亲额外才给过几次。恐怕我攒了那么些年的都不如他1天所得的。衣裳首饰是小事，姑娘别太看重，忍得一时之气，方能成就大事。忍，你就知道叫我忍耐，我要忍到什么时候？好姑娘，不会等太久的。太太无子，犯下这等恶事，国公爷必定容不得她继续做当家主母。准备好礼物没有？备好了，明儿直接装车。把人参燕窝挑出来，再加上1条火腿、2两5鞋茶和4样贡果，我一起带过去。姑娘对那位裴解元也太好了吧？姑娘明日出门带上我行不行？六姑娘，钱嬷嬷，我没事儿。裴公子，乔木应生，迁居大吉。多谢姑娘，里面请。谢姑娘，我们老爷一早就等在门口了。裴公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身子弱，咳嗽刚好没多久，别又在寒风里复发。多谢姑娘关心，我穿得很厚实，没冻着。完了，词穷。快进去吧，我想看看你们的新住区。车马在外面等着，把礼物搬进去。这叫乔千里？些许薄礼，微不足道，请裴公子笑纳。如此丰厚，岂是简薄？这些都是身外之物，预祝你高中榜首，为咱们金陵争光。你先用着，用完了我再给你送。他对我这么好，我若不以身相许，是不是太忘恩负义？别说养1个裴居，10个裴居都养得起。姑娘厚待裴居，裴居没齿难忘。你我既是好友，又是同乡，本就该相互照应。你这房子每个月几两租金？月租4两，押1付1。可惜我爹在京中任职，不能置产，否则我买个大宅子，低价租给你们。于姑娘而言，置产不过微末小事，无需挂怀。谢姑娘这边请。清风，上茶。是。不说这些，裴公子尝尝我特地给你带来的武夷山大红袍。当今陛下赏赐好几种茶叶，
有2种不能随意送人，就给你带来一样。谢姑娘见到陛下了。没有，我爹说年下带我进宫面圣，如今是沾了我爹的光，得了很多赏。如此说来，姑娘在宁国公府如鱼得水。那当然，没人欺负得了我。高门大户规矩森严，最怕入府后受人排解。还好这样的事没有发生。裴公子，我爹乃是宁国公，当朝8公之一，又是兵部尚书。京城若有人欺负你和清风，直接报上本姑娘的大名。多谢姑娘。姑娘的话我记下了，若碰见讥讽嘲笑老爷的同窗，我定告诉他，我们老爷是受姑娘庇护的人，已经不同往日了。有人欺负你们老爷？老爷身子弱，却天生聪慧，师长喜爱，同窗却妒。常有人在背后说老爷是英年早逝的命，这样的人今年也上了贵榜，十有8九会撞上。清风，去烧火做饭。是。我也来帮忙吧。那就多谢嬷嬷了。别客气。你们老爷是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同我说说，等我们国公爷问起时，我好有话可回。老爷今年18岁，松江府人士。老太爷老太太尚在，上面有3个哥哥和2个姐姐，早已嫁娶。最小的3老爷比我们老爷大20岁。老爷在族中是人小辈分大。听着枝繁叶茂，像是一方大族。倒也算不上，就是寻常人家以耕织读书为业。3年前老爷侥幸中了解元，偏又大病一场，无法起身，没能赶上连中6元。解元之才怎能是侥幸？金陵省拔得头生者，必有真才实学。嬷嬷说的是，我们老爷特别聪明，又孝顺，又敬爱兄嫂。家里有4、5种良田，一半种稻米，一半种棉花，但每年的收益都由前面3位老爷均分，老爷分文不取。哦，这是为何？老爷先天不足，从小就开始吃药，为了老爷大家忙得人仰马翻。老太爷和老太太为了不拖累上面3位老爷，想分了家，叫他们各自谋生。几位老爷不同意，说要一起扛。为了给老爷治病，家里卖了好多地。3位太太也常常带着小姐们日夜织布，得了钱都是给老爷买药。所以老爷中举后，便将田亩收益划分给3位老爷。原来是有情有义之家。老爷们都是极温和、极善良厚道的人。我原是个乞丐，也不知来自何方何地，怎么流落到江南的。是我们老爷捡了我回家。老太爷老太太留下我，不仅给饭吃，给衣穿，还叫我给老爷当伴读。我们姑娘还在屋里，若是生人，得通报的大声点儿。老爷怕冲撞谢姑娘，这几日没请任何人，进京时日又短，按理说不该有熟人登门。你先瞧瞧是谁，我去通报一声。好。周老爷，清风，阿贵早上说买菜时见到你了，我还不信，一路打听过来，没想到真是你们。我来拜见裴兄，有要事相商。我们老爷正在待客，请周老爷改日再来。莫非是哪一位王公府上的贵客降临？既是同科，又是同窗，还请裴兄引荐一二。裴公子，不需要你出面，钱嬷嬷去把人打发走。是。我家公子与裴公子正相谈甚欢，不喜有人打扰，望周老爷见谅。不知府上公子是？来自宁国公府，姓谢。裴居竟然攀上了权势滔天的宁国公府。既然是宁国公府的公子大驾光临，那么我便不打扰裴兄了，明天再过来拜会。怎么叫他找来了？真晦气！你和刚才那位关系不太好。不好，我不喜周元慎既借举家之力读书进学，又嫌父母兄嫂丢人，还屡次辱骂其妻。原来是忘恩负义之徒，裴公子万万不可与之深交。听姑娘的。对了，家中兄长在我来京前私赠纹银30两。托我在京中买几件新鲜花样的首饰，带回去送给嫂嫂和侄女。我不懂此中门道，不知姑娘3日后是否有空，助我到首饰铺子里挑选一二。改天行不行？为何？你说的那天是休沐日，我要跟我爹去要债。我明天后天都有空，你选一天。正好我也没有什么首饰，我爹给我不少银子，不能用于置产，索性给自己添置几件。那就后天如何？好。我听说京城最著名的珠宝行是珍宝阁，我们4时在门口碰面。一切都由姑娘安排。母亲，一个来历不明的野丫头也敢嚣张地骑在我头上，幸好她没有在府里长大，
否则早把咱们娘俩气死了。我的儿，你和那个孽战见过面了？我去西院偷瞄了一眼，父亲那么偏心，把西院给了他。你先跟我住，你父亲现今得了他，跟得了宝贝似的。都说是景儿顶替了他，致使他流落在外。你父亲通报全府，宠得他无法无天，连谢代代挨了他一记耳光都没人做主。可我细想想，恐怕不是那么回事儿。母亲何意？景儿长得像你舅舅，外甥四柱，古来有之，怎么可能不是我的亲儿子？你表妹明月也生得极像你大舅母，必然是亲母女无疑。说不定谢珊珊是你父亲养在外头的人所生。你父亲为了给她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故意编出偷龙换凤的故事来蒙骗世人。我初次遇到这种事，脑子里一片空白，以为真是我自己疏忽，导致你妹妹被人换了。如今冷静下来，我越想越不对。她对我哪有一点女儿对母亲的如沐之情，竟是来寻仇的。母亲说的是，这样的话传出去，谢珊珊别想再做宁国公府嫡出的六姑娘，也别想嫁进好人家。我心里清楚，李代头章是真的，谢珊珊就是我的胞妹。大舅舅和外祖母来找我帮忙向父亲说情时，已经把14年前的事告诉我了。确实是母亲为保蝶位，苦苦央求外祖母和大舅母换了孩子。只是大舅母心中满是夺子之恨，又用赵明婉顶替了亲妹妹谢珊珊。谢珊珊知道真相，自然深恨母亲。若没有那场调换，她本就是宁国公府长房六闺娘，享受和我一样的待遇。瑶瑶，我最疼的就是你，你可千万不能任由你父亲和那个野丫头作践我。你是长房长女，谢赵两家都疼你，我至少有一半嫁妆都塞进了你的嫁妆里，你可不能不管我啊！母亲放心，我一定让父亲收回成命，让一切回到原来。我此行就是来助母亲保住宁国公夫人的宝座。那等你父亲散牙回来，你立刻去找他，务必求得他不与我和离，不休我的承诺。好。珊珊出门访友回来了没有？回来了，恰在门口撞见大姑奶奶归灵，姊妹俩还在西院垂花门门口说了一会儿话。家里许进不许出，谁把大姑奶奶接回来的？没人去接，是大姑奶奶自己回来的，也没提前送信。胡闹，哪有出嫁的女儿回娘家抢未出嫁妹妹住处的？不过这性子真像他爷爷，一点亏都不肯吃。原还担心他没在京城长大，受人欺负也不懂反敬，如今倒不用担心了。老爷，看得出来您是真心喜欢六姑娘，就连曾经大姑娘也没得过这份赞誉。今天凭那一颗龙珠，他就这样入了陛下的眼。陛下赏赐郑少爷，还特意带话叫我分点给珊珊。对了，你去看看六姑娘吃过晚饭没有？若没有，让她来我这里尝尝陛下今儿赏的整只烧鹅。是，老爷。爹，亲爹，虽然我已经吃过晚饭了，但还能再吃半个鹅。整只鹅啊，太稀罕了。爹，您是不知道，我吃过糟鹅掌、老鹅汤、烧鹅腿也吃过，就是没吃过整鹅。后来一问才知道，竟然有非赐不能吃整鹅的规矩。果然美味至极。你喜欢就好。对了，爹，我后天出门逛街买东西，支援几两银子呗。没有。小气，我都把贡米与御赐山珍分给您了。可你也吃了陛下赐给我的东西。好吧。宫里大厨的手艺真是非同凡响，根本就不是外面餐馆能比的。对了，爹，府里有没有藏书阁？怎么，你要看书？是啊，赵嬷嬷挣钱有限，买书又太贵，我只读过市面上有的书籍，想再看看没读过的书。既然你不肯出钱支援我逛街，那我就从府里拿书。读书是好事，读书明理之事，不做睁眼瞎子。咱家的藏书经过你老太爷、你太爷、你爷爷和我4代人收集至今，光市面上没有的书就有上万部，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更不用说，都放在后院靠近池塘涧的藏书楼里。你找周嬷嬷拿钥匙。多谢爹。咱们家从我老太爷开始就重视读书了呀，这倒没人告诉过我，我来府里也没打听过。你老太爷本就是靠读书入仕，你大太爷、三太爷随父也聪明得很，唯独你太爷读书不通，不及你大太爷和你三太爷受宠，但有一把子好力气，从小练武，后来立功封了国公，才有现在的宁国公府，也才渐渐以咱们这一支为主。老太爷当真是不同凡响，不过也对，历朝历代都是谁的拳头大，谁当家做主。
国公爷，大姑奶奶来了。叫她进来。你怎么在这里？孔雀羽织金，御用衣料，陛下只赏赐过父亲，连我都没穿过。你妹妹过来陪我用饭，怎么就不能在这里？我有话想同父亲说，不知可否让妹妹避让？有什么话不能当着你妹妹的面说？女儿求父亲放过母亲。镇国公府找你之前，没把他们同你母亲联手做过的事告诉你吗？是说了一些，可母亲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父亲岂能因她一时失察就把所有罪名强行按在母亲头上？你母亲有什么苦劳？她是宁国夫人，位居诰命，俸银禄米，体面尊儒，哪一样少了她？侍奉长辈，教育子女，管家理事，本就是她该做的，算什么苦劳？可她却偷换我谢氏血脉，意图谋夺我宁国公爵位，毁我谢氏百年基业。父亲错怪母亲了，母亲产后力竭昏迷，根本不可能做这些事。看来我谢氏基业在你眼中不值一寒。没有，父亲你错怪我了，我只是想维护我们宁国公府的名声，所以才想求父亲查明真相。真相是什么？我比你更清楚。还罪，影响你清白无瑕的名声吧？又或者怕宁国夫人换人来做，压你一头？我告诉你，谢瑶瑶，我若不是顾念你们姊妹几个，早就一剑解了赵氏，何至于让你有机会来替她说情？大姐姐，你的身份、地位长都是因父亲得来。你替母亲脱罪的时候，可有想过父亲？父亲替别人养了14年儿子，谁替父亲做主？我流落在外，吃不饱穿不暖，谁又替我做主？我本可以在父亲身边长大，享尽荣华富贵，是镇国公府害我失去一切。你替罪魁祸首辩解的时候，可曾想过父女之情、姊妹之情？谢瑶瑶，你妹妹说的没错，你们兄弟姐妹的荣华富贵，全部都是因我而得。你母亲最后什么结局，都不会动摇你们的身份地位。何况你已经嫁出去，对你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不必再为了她颠倒黑白。爹，女儿不想父母失和，有错吗？有，你是非不分就是错。你心里只有母女之情，没有父女之情、姊妹之情，那就不必再站在我宁国公府的地面。叫人套马车送大姑奶奶回去，自今日往后，除3节2寿之外，非皆不得归宁。是，大姐姐回不了娘家，却还能找别人求情，而天底下大概只有皇帝陛下是在父亲之上了。李父，国公爷，你跟车走一趟，告诉大姑爷，就说是我的天寒地冻，大俺姑奶奶受不得风，年前就在家里好生养身体，不要再外出了。是。大姑爷，国公爷有话。国公爷说天寒地冻，大姑奶奶受不了风，年前就在家里好生养身体。请你管着回禀岳父大人，晚辈记下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当年，镇国公府老太君和大舅母把表弟谢锦和我那被换到镇国公府的妹妹调换了。调换？外祖母原本打算等2个孩子长大后成亲生子，依然是谢家血脉承爵。谁知大舅母心有不甘，居然用自己的外甥女顶替我那被换到镇国公府的妹妹。现下这妹妹自己找了回来。这个找回来的妹妹，就是你之前说的谢珊珊。是，养她的人是大舅母心腹，不知跟她说了什么，父亲便责怪母亲，如今更是将母亲禁足，不得外出。你是说谢锦不是岳父亲生，新来的妹妹才是？正是。你给岳母求情时，跟岳父大人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你若没有惹怒岳父，岳父那么疼你，岂会把你送回来？是谢珊珊，若不是她非说我心里只有母女之情，没有父女之情、姊妹之情，父亲怎会恼了我？混淆血脉是多大的事儿，何况还牵扯到宁国公的爵位，岳母可能清白吗？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插什么手？明年是经察之年，母亲顶着调换孩子、混淆血脉的罪名传出去，别人怎么看我？你我夫妻一体，别人议论说有求陆母必有其女时，难道老爷脸上好看吗？若是因我而连累到老爷的官声，影响到老爷的晋升，岂不是我之过？吏部考核的是才德功绩，此事影响不到我。我是以防万一吗？没有万一。老爷真不在意？无需在意。我去书房处理未完的事务。大爷，这些送往何处？给六公府。给国公爷。就说我替内妻赔罪。是。六姑娘，安国公府送礼来了，
说是大姑爷替大奶奶赔罪。这位大姐夫倒有点意思，可惜死得早了些。如果他能压住谢瑶瑶，令其不再作妖，不妨救她一命。收下吧。是。姑娘，内狱几位管事媳妇都来了，说是给姑娘请安。外院的大管事徐大、总账房王楠也来了，他们不便进二门，正在二门外候着。让他们进来吧。给六姑娘请安。姑娘刚回府，若有什么吩咐，只管叫人传话。这是奴婢一点心意，姑娘别嫌弃。有心了。姑娘，今日这些管事算是都认了西院的门。宁国公府的风向倒是变得快，可我的志向不在这一座国公府里。该死，狐狸精转世了，居然笑得那么魅惑人心。裴公子久等了。我们也是刚到，晴天化雪，滴水成溪。姑娘一路是否平安顺累？一路平安。姑娘大驾光临，里面请。姑娘大驾光临，小店蓬荜生辉。请问姑娘和公子想挑什么首饰？赤金、足银、珍珠、宝石、翡翠、珊瑚、美玉，应有尽有。打算给你嫂嫂侄女买什么样的？我有3位嫂嫂和4位侄女，侄女年纪在15岁到18岁不等，尚未出阁。还请姑娘帮忙看看什么样的首饰比较适合她们，价钱在60两纹银内。不是说你哥哥只给了30两吗？我又添了30两。先拿素金。哎，这些合计59两2年，零头抹了，收59两即可。裴公子不给令堂挑一件吗？我打算于春闱后再为家祠选购，届时还要请谢姑娘相助。今儿还没分开呢，就约好下回了。好。老爷不给谢姑娘回礼吗？我们一路行来，获赠谢姑娘的许多礼物，谢姑娘又与老爷有救命之恩，老爷该当回报一二。家资不丰，购物价廉，汉批谢姑娘嫌弃。不会啊，哪怕裴公子送的礼物是一根草，我也很高兴。呈上珠宝玉翠，唯有珠宝光辉，才配姑娘风姿。这枚戒指须得纹银100两。行，今日就这些吧。好嘞，姑娘、公子这边请。赵大姑娘，赵明月竟然落后贺长宁半步，她这是在刻意结交未来的太子妃。孔雀羽妆花断，帝皇赏赐之意，马三竟然没能杀了他，而且他不是刚进京没几天吗？怎么会比前世更气度高华？明月，你们认识？不认识。你口中的赵大姑娘，可是顶替赵瑾身份，以镇国公府大姑娘身份长大的赵明月。正是，赵明月常被赵夫人接到宁国公府小住，谁人不认得她？既然遇见了，那就请问一句，赵大姑娘有没有把从我宁国公府拿到的所有金银小选全部整理出来以待归还？明天休假，可就是我与我爹登门要债的好日子。那是姑妈给我的东西，你休想拿回去。赵大姑娘不是不认识我吗？怎么连我要拿回什么东西都知道得这么清楚？赵夫人给我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少说也值2、3万两，现在镇国公府收不及之，哪还有钱赔？不还就不还。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赵明月，有时间出门逛街，不如早点回去把东西收拾出来，别叫我明天亲自抄了你的房间。你敢？敢不敢？明日就见分晓。赵大姑娘，明天见。他没有接近贺长宁，看来他没有重生。刚才那位是谁家姑娘？听她的意思是宁公府的人。正是，叫嚣着要抄我们招主镇国公府。明月，你不是请我帮你为祖母挑选寿礼吗？贺长安还不是太子妃，更不是皇后，息事宁人，在情理之中。好。以前都是赵夫人替我准备，何须我自己花钱？这只金簪纹银100两。怎么就没杀了谢珊珊呢？包起来。袁绍称，谢珊珊前世的丈夫，明年的2榜进士里就属她最年轻。
不能再让谢珊珊嫁给他。不行，贺长宁最重男女之别，不能让他看见我私下接触男子。这位老爷有什么吩咐？裴兄，少昌兄，果然是你。你这次可是为了参加明年的春京？几时抵达的？5、6日前到的。早知你也进京，我就和你同路而行了。对了，你身体最近好些了吗？顽疾难愈，比3年前稍强似一点。想来京又博个前程，以为父母兄嫂之妻。我3年前火候不到，中举后苦读至今，明年也想搏一搏。少康兄学问扎实，文章犹如锦绣，必定如愿。彼此。裴兄住在哪里？我在贡院附近买了个2进的院子，想要裴兄同住，不知可否？我已租好房舍，就不打扰少康兄的清静了。文昌胡同离我那儿很近，照样可以时常小聚。等咱们江南赶考的举子陆陆续续都进了京，少不得隔3差5的开个文会。你作为上一届届员，可不能无故缺席。裴居，看了这么长时间，你需要哪些没看过的书列张清单，赶明儿我从家里找出来给你送过去。少康兄啊，失礼。既知失礼，还不避让。裴兄，不打扰你了，改日再会。谢姑娘，我请你吃饭。好呀。我屈指一算，算自己明日将发一柱大财，到时候我来珍馐娥请你大吃一顿，裴公子赏脸否？姑娘盛情相邀，敢不应承？那就说定了。姑娘真是被裴居公子的美色迷住了，扶持寒门男子步步高升，未必是好事啊。久看无益，不如回家用功。姑娘，府里的姑奶奶和老爷们白日里打发婆子把东西送到门房了，都送了礼物，都送了。这是怕我刚回来没有衣服头面穿戴，还是怎的？跟商量好了似的。怕是姑奶奶们还不知道，国公爷早安排妥当了。看来地位高低取决于便宜老爹的态度。咱们明天几点去镇国公府要债？这么迫不及待？当然，落袋为安嘛。你多虑了，陛下担心镇国公府赖账不还，特意打发张总管明早同我们随行。太好了，今儿在外面碰见赵明卫，他还不想还呢。从府里得的笔墨纸砚、衣服头面、古董字画、金银座子等，高达27000两，再加上之前给的2万两聘礼，他当然不想还。四清却便要回来吗？赵明玉还不清，不是还有镇国公府吗？总有人能掏得出来，还得起就行。母亲尚在，妹妹还是宁国夫人，又给谢峰生了几个女儿，谢峰总不能真同镇国公府撕破脸。老爷，大姑老爷来了，竟真来要债。还有内廷大总管张玉张老爷也来了，带着圣谕。百香案启中门，跪接。合走角门，果然截然不同。陛下口谕：宁国夫人赵氏协同镇国夫人姜氏、镇国夫人林氏、李代逃荒，混淆宁国公府谢氏血脉，意图窃取宁国公爵位，罪不容诛。旨到之时，镇国公府即刻归还宁国公府所废资财。看来父亲在陛下心中的分量比我想的还重。镇国公，谢恩吧。臣谢陛下圣恩。洋酒、茶果、炮竹就不要了，其余金银首饰、锦缎、皮章、摆件，请一一归还。还不上就折银以偿。好。扣除赵锦房里所有财物，还不上就折银以偿。好。找不回他每年送出去的礼物和损毁的器物，也不算人的服饰，总欠23456两银子，算23400两。这么多，谁稀罕赵锦用过的旧物？若照我一开始的打算，
就该把他的铺盖、衣服、用具全部送来镇国公府，叫你们折成银子。到那时可就不是3万两能打住了。就是，谁喜欢收别人用过的东西？赵明月的账也在这里。若还回头面、古董、金银等物，剩下的折价9000两；若不还，总共27000两。还！实在还不起银子，也可以用镇国公府库房里的古董家伙抵债。正好我还没给小六置办嫁妆。爹去库房选东西，若身为女儿身是何等？咱们爷俩分头行动。你们几个去帮六姑娘搬东西，不许任何人阻拦。是。我不替明月还，若找出来的金银头面古董不够数，你们就从他屋里拿别的头面古董抵。这些年府里给他置办了不少东西，他也从外头收了不少礼。有镇国公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带路。既然赵明月不肯提前归还，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拜见外祖母。当年若不是赵宝珠捷足先登，我岂会嫁给赵伯行？还有陈瑞家的赵蕊珠，若不是他带着谢珊珊诈死离京，我的谋划怎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你小时候，我经常抱你，你都不记得了。我若记得，恐怕就是个妖孽了。都是你大舅母之过。那年你大舅母带你归宁，谁知会被一个陪帮偷了你去。那陪帮记恨你大舅母罚过他，害他小月，便想让你大舅母尝一尝丧女之痛。你大舅娘深知回来必定无法交差，这才以外孙女顶替。此事他已经与我和你大舅舅交代清楚，我们也惩罚过他了，你就放过他这一回吧。胡编乱造，推卸罪责，镇国公府当为第一。我不听你们废话。现在把赵明月从我宁国公府拿走的所有金银物事全部交出来。若不愿意，就别怪我亲自带宫里的内侍到他屋里查抄。若翻出什么不好的东西流传出去，可就贻笑大方了。明月，你收了多少东西，自己心里清楚，叫人取出来。祖母，咱们镇国公府岂能容他如此欺凌？本就不属于你，叫内监抄你的屋子，总归不好看。老玄婆，不管前世还是今生，对我的宠爱都大不如从前。谨遵祖母之命，把姑妈送来的头面、衣服、古董玩意儿都找出来。谢珊珊真敢抄访，别的无所谓，唯独我记前世书诗的册子，绝不能被发现。姜太君真是深明大义呢，物归原主，应有之意。不愧是镇国公府，识时务者为俊杰。都在这儿了。姑妈送我的东西，我一件没留，你不信？当然不信。你肯定没有全部拿出来。哼，想用穿过的旧衣服蒙混过关，休想！我只要头面、古董、金银。启禀姑娘。1年4季的衣服、鞋履、糕点、瓜果、笔墨纸盐、锦绣、灵油不算，整套头面少了7套，又有3套头面缺了几件。簪子少了23只，耳环、戒指少了39对，镯子少了9对，金项圈少了4个，璎珞圈少了1个，珍珠手串少了2挂。赵夫人累计赠银2760两，1两重的阴银矬座子各112对。此时一滴金银也没有。是自己拿出来，还是我派人去抄？丢了的就拿等价物品补偿，不要以为你把赵夫人所赠剩下的交出来，就算物归原主。没有，留下一个公公算账，其他公公们陪我到赵大姑娘房里抄一抄，得了银子，请大家吃茶吃酒。谢珊珊，你别欺人太甚！你不还，我只好自己拿。姑娘的屋子不能乱进。陛下口谕在前，谁敢拦？谢珊珊，你竟真敢抄我的屋子！
咱们不是土匪，也不是强盗，动作放轻一点，只拿自己该得的。是。还你，都还你！你叫他们出去！不能让他们看见。我记下前世诸事的册子，绝不能被发现。少了的、毁了的首饰，就从赵大姑娘梳妆墙子里取。一个小戒指都别多拿。姑娘，这里只有金镯子73个，银镯子217个，金锭3个，共计15两。那就拿赵大姑娘的宝贝来抵债。是。你们住手！你敢！启禀姑娘，金银、古董、头面、摆件全拿来抵债，按市价算，还短360两银子。另外，总未曾9000两的锦绣绫罗、衣服鞋须尚未算在内，超出未曾裁剪的锦绣绫罗30余匹，皮章1箱，按市价折银540两，仍欠8460两。赵明月每年的头面衣服主要靠赵夫人，赵夫人对她真是用足了心思。走，回上房。赵明月还欠我8820两，谁替他还？我都给你了，是你自己不要。我说过，不要你穿过的，我要拿钱买新的。你去取1万两银子，明月是你抱回来的，他欠的就是你妹妹家欠的。我没有，你妹妹目前不在京城，只能你来负责。商量好了吗？春杏，把我珍藏的那串北珠拿出来给姑娘。拿1万两银子到外面，也未必买得到我这挂大珍珠。接下来，既如此，那就平了赵明院积欠的账。告辞。吃过饭再回去吧，咱们毕竟是亲戚。事情到了这一步，他竟还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你们郑国公府的饭，我可吃不起。我怕自己不知道哪天就被你们下毒害死了。爹，我这边处理好了，咱们回家吧。好。这些都送到我房里。是。爹，赵景穿过的衣服、用过的东西就不用给我了，除了金银古董摆件。你把聘礼拿走了，还要他房里的东西？爹，你那些儿子女儿个个锦衣玉食，聘礼嫁妆是不是早早就开始置办了？只有6女儿我活在贫穷之中，什么都没有。如今刚回归，唯有些许黄白着物才能略慰心灵，自然是多多益善。赵锦手头散漫，没剩下几两银子。今日辛苦诸位，拿去打酒喝。谢谢六姑娘。大总管今日辛苦，请大总管笑纳。万万不可。大总管不必推辞，见者有份。难得这丫头大方一回，你尽管收下。回宫后跟陛下报备一声即可。多谢姑娘。事情办得如何？回陛下，郑国公府已按旨归还宁国公府资财。倒是大方。你这珠子平时瞧着是大，宫里也没有几串。哼哼，萤火岂敢与日月争辉？你替朕打听打听，家风良好的朝臣中，哪家有才貌双全、品行上压的少年郎？远山今年不提，明后2年必要从中选一个做东庭快婿。朕先筛选筛选，一般人可配不上谢姑娘。上次你回宫时，朕跟前有人奏事，没来得及细问，她果然长得极像远山，像得10成10。陛下年下若见到谢姑娘，就知道宁国公若生为女儿身是何等风华了。哈哈哈，听你这么说，朕倒越来越好奇了。这些旧首饰送去金银房。姑娘是要重新打样子？不管贵贱，一律拆料融化。这些也膈应，连同聘礼里的120匹锦绣绫模和10箱皮章，送到宫中库房置换。做一件披风需要多长时间？若直接用熟皮，只需拼接缝制，大概要10天到半个月。需要几张银狐皮？15到20张，依身量不同，用料数量不等。选20张银狐皮，连同1匹青绸，送到针线房。姑娘要做披风，叫人赶制一件披风，依照裴公子的身量做。